20岁这年呀，亲生父母文家突然找上门，敲锣打鼓的把我寻回去。哦呦侧呢，我回豪门头一天哦，他们给亲生女儿准备的迎接礼，居然是这间落满灰的杂物间。姐姐，爸妈说家里没房间了，才让你委屈一下。你要是不喜欢，我可以搬去阁楼的。这套别墅哦，市值大概多少啊？顾小姐，大概2个亿呢。爸爸呀，这里住宿条件也太推板了吧，根本不是人住的呀！麻烦你帮我把隔壁那栋买下来哦，现在就要。顾小姐，隔壁2亿的别墅产权已经全款过户完毕，这是您的专属门禁卡，请您收好。顾明义，你这是干什么？刚回来就要跟家里分开住，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不分开住啊？难道跟你们挤在一栋楼里，天天精神内耗啊？昏过去哦！你有没有一点亲情？芝芝身体不好还一直护着你，你一回来就闹得家无宁日。那我可是天生亲情过敏哦，偏心的家庭啊，得提前预约的呀。姐姐，你一回来就用钱砸人，你怎么这么拜金啊？对呀，我就是拜金的呀。我的家教就是哦，爱自己，爱 money， 少爱没用的人呀。这就是顾家那个养女顾明熙吧？天天穿的跟个千金小姐似的，可不是嘛？不过养女就是养女，从小到大还不知道看了顾家多少脸色，寄人篱下，指不定心里多憋屈呢。2位阿姨，大清老糟跑到别人家门口嚼舌根，子不清爽点好吧？你这小囡，阿拉做长辈的随便说2句，侬急什么啦？真是点规矩都不懂。规矩啊，我家里人宠着我呀，轮得到你来跟我讲规矩吧啦？呸！生气什么？还不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阿姨，嘴巴不干净没关系，顾家的律师函会教会你以后怎么说话。奶奶啊，记牢了，在这个世界上，钱可以慢慢赚，但是委屈绝对不能隔夜受。顾小姐，文先生和文太太希望您能尽快跟我们回家，毕竟豪门的生活环境才更适合你。哎呦，奶奶的家就在这里，还要回哪里去啊？管家先生，请查。不过回家这2个字以后不要再提。顾先生、顾太太，您2位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回他的亲生父母身边。文家的门楣，想必2位也有所耳闻。管家，听你这意思，文家很了不起啊。那我就问一句，他们家的饭好吃吗？啊？顾小姐，这自然是有专门的私厨。不好吃我不去。奶奶，拿着，这是信托受益证明，这个是法务顾问电话，24小时开机。去了以后，啥人让侬心里不爽气，侬就打过去。爸爸不怕麻烦，爸爸用钱砸死他们。楠楠，记牢了，别人家如果不暖和，就早点回来。我们顾家的小孩不需要低声下气去求谁来爱。放心好了，爸爸妈妈。我这趟跑过去就是帮你们考察考察呀，要是做事不合格，我当场退货的哦。管家呀，我能问个问题，你们家装修师傅是不是跟凡尔赛宫有什么血海深仇啊？这金色哦，晃得我眼睛都痛了。爸妈，姐姐今天回来，我这是不是就该主动搬走了？我不想让爸爸妈妈为难。管家，侬听见了吧？哦呦，这个茶味道浓的了，只可惜啊，这火候明显不够，有一股隔夜的沉浮气，真是一点都比不上我家碧螺春的清透。哎，姐姐，你好。明姨，你回来了就好，但有些话，作为妈妈，我必须先跟你说清楚。芝芝虽然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可她也是我们疼了20年的心头肉。可以理解。所以你不要一回来就想着争什么位置、抢什么风头。文家在物质上不会亏待你，但你也绝对不能欺负芝芝，听明白了吗？明白，非常明白。你最好是真的明白。我丑话说在前面，芝芝身体一直不好，受不得半点刺激和委屈。你如果敢在家里兴风作浪，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哥，你别这么说姐姐，姐姐刚从外面回来，心里难受也是应该的。如果姐姐介意我的存在，想要我的房间，我现在就可以收拾行李搬去阁楼的。哦，那你现在住哪间？我住2楼朝南带阳台的那间，那原本应该是属于姐姐你的房间。不许胡说，那就是你的房间，你住了20年，谁也别想抢走。顾明宇，你听到了没有？你少一回来就想着抢芝芝的东西，你简直自私透顶。我说我要了吗？我有讲过一个字说我要住那间房吗？姐姐，我只是害怕你心里介意，我不是故意。妹妹，你这么会提前替别人操心，可以直接去当导游了呀。游客们还没踏进来呢，你就先把人家一天路线安排得清清爽爽。顾明娥，你说话一定要这么夹枪带鞭、阴阳怪气吗？没有啊，你们非要在我面前演苦情剧，我真的听不懂呀。要不你们重新再来一遍？行了，明湖刚回来，别闹得大家都不愉快。管家，带他去看房间。姐姐，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这里还没收拾好，要不我今晚连夜搬出来，把朝南的房间让给你，我住这里吧。管家，这就是你们文家给亲生女儿准备的房间啊，真的大开眼界了呢。顾小姐，这先生和太太说家里最近客人多，先暂时等过几天。顾明义，你拍这些照片什么意思？怎么这么迫不及待要发朋友圈卖惨，败坏我们文家的名声吗？你刚回来，不要这样小题大做，不就是一个房间吗？你要是不喜欢，妈妈现在就让人给你收拾。芝芝已经觉得很委屈、很自责了，你当姐姐的就别再逼她了，行不行？文太太，我从头到尾还一句话都没说呢，你们全家上上下下倒是已经替我把不容人欺负妹妹的罪名给安排清楚了。妈妈不是这个意思，挺有效率的呀，就是没什么脑子。顾明仪，你放肆！声音不用这么大，我听力好得很。妈妈，你多吃点这个，今天为了接姐姐，你累了一整天。谢谢哥。怎么吃不惯？姐姐在苏州这么多年，应该更习惯家常小菜吧？这道松鼠桂鱼是爸爸特意请的私厨做的，可能太精致了，姐姐吃不惯也是正常的。不是精致，是难吃。鱼炸老了呀，酱汁调得太甜太腻，吃到嘴巴里就像一段失败的亲情关系，表面热闹，实际寡淡。你一个在外面土生土长的丫头，懂什么叫精致私房菜？我是在包邮区长大，又不是在山洞里长大。文大少爷，你对外面世界的认知是不是只有2种分类？你们文家和荒野求生。够了，一顿饭而已，你非要在这里闹得鸡犬不宁才甘心？接回来，不给像样的房间，不给起码的尊重，现在吃顿饭还要强迫我昧着良心夸这盘难吃的要死的菜，怎么？你们文家的认亲流程是整体外包给 PUA 培训班了吗？做事一点体面都不讲，真叫人笑话。你竟然这么和长辈说话！姐姐，你是不是因为讨厌我，所以连家里的饭菜讨厌？只要你能消气，我以后不出现在菜桌上就是了。你别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菜难吃是厨师的手艺问题，你戏多是你个人的素质问题，这是2码事，不要混为一谈。顾明仪，你立刻给芝芝道歉。不好意思，我的作息很严格，晚上9点后不处理低质量情绪纠纷。你从明天开始，我的餐食我自己派人安排，账单我自己付，你们不必费心，也不要再用这种水平的饭菜来考验我顾家的家教。你以为我们文家缺你这点买菜钱？不缺最好，我也蛮怕你们过来蹭饭的。芝芝小姐，这是您最喜欢的极品官宴，太太特意交代炖的，您快趁热喝，保护眼睛。顾小姐，这个也挺补的，您将就喝吧。刘妈，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她的是燕窝，我的是银耳？芝芝小姐自幼身体娇弱，这是太太特意吩咐的。顾小姐在乡下身体皮实，这银耳已经很好了。明姨，你如果想吃，不用。你叫什么名字？叫我刘妈就行。我问的是你户口本上的大名。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是家里的老员工，你凭什么查我？没什么意思呀，就是想开开眼界，看看你这种喜欢自作主张的金牌员工到底配不配拿文家12年的工资。姐姐，你别为难刘妈了，
他平时照顾我真的很辛苦的。你要是生气，我把我这碗燕窝让给你吃，好不好？哦，那你这么一说，我更得查了。他辛苦照顾的是你，花的是文家的钱，亏的是我这个真千金的继承病了，养一个吃里扒外的佣人来对付我。妹妹，你的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顾明友，你脑子里难道只有钱吗？你怎么张口闭口都是钱？因为你们目前除了钱，还没让我看见别的价值。明义小姐，顾太太说您昨晚肯定没吃好，今天特意让我送了您最喜欢的蟹粉小笼、三沙面、桂花糖藕，还有一盅温好的桃胶牛乳。辛苦了，东西放这里就好。顾明熙，你刚回来就摆这么大的排场，你是真把我们文家当成高档酒店了？酒店还会问问客人住的舒服不舒服，你们文家，说实话，连快捷酒店都不如。顾明宇，你这样每天让外人进进出出我们家，成何体统？传出去，别人怎么看我们文家？成何体统？这叫一个正常人绝对不委屈自己的体统。你，明宇，你养父母平时就是这么惯着你的？是啊，所以我情绪稳定，身体健康，绝对不会动不动就靠眼泪水来博取什么存在感。你别又在这里指桑骂槐的针对芝芝。懒得理你们。呸！什么真千金，我看就是个没教养的。一大清早的，居然叫外面的野路子送饭到家里来，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那个养父母有几个臭钱似的。他要是真有本事，怎么不滚回他自己家去？赖在我们文家占着茅坑不拉屎干什么？看着就让人犯恶心。刘美娟，在背后讲人家坏话的时候，记牢把门关好好。顾小姐，还有，我纠正一个语法错误，我没有赖在你们文家，隔壁的别墅我昨夜里就已经买下来了。所以做人要分得清啥人是主，啥人是客。等等，有一场好戏，你可别错过了。装什么大款，也就会吹牛了。顾小姐，您的东西我先前都帮您收拾好了，太太说了，让您先在杂物间里委屈几天，等过阵子家里不忙了，再给您做安排。谁让你碰我行李的？我这不是好心帮您收拾吗？您怎么还不领情呢？你笑什么笑？翻人家行李之前，不知道避开天花板上的监控死角吗？姐姐，你别吓唬刘妈了，她真的只是好心帮你收拾行李，没有坏心思的。顾明莹，你一天到晚不找家里人的麻烦，是不是会死？行了，我也懒得跟你们废话，等着看好戏吧。奶奶，昨晚睡得好不好啊？一点不好。这位女士，您是？我是明瑜的妈妈。顾太太，孩子既然已经回了我们文家，那就是我们文家的人。你们这样贸然插手我们的家事，不太合规矩吧？文先生，合不合适，我们先放一放。你们文氏集团下季度即将到期的3笔重大债务，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债权人是我。文先生，文氏集团在3年前因为供应链断裂，曾经通过信托机构暗中接洽了2笔巨额资金。后来为了维持股价，你们又拿出了文氏15%的股权质押给顾氏旗下的供应链金融公司。文先生，您不会真的以为这些救命的钱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爸，这是怎么回事？公司不是一直运行的很稳定吗？怎么会欠这么多钱？顾太太，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是一家人啊！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们，以为我们家明熙离开你们文家就无处可去，只能在你们这儿受气。老爸，咱们家到底有多少钱啊？奶奶啊，其实也不多，但这些东西足够保证你这辈子不管走到哪里，都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过日子。顾太太，债务是债务，家事是家事，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当然，所以我今天亲自登门，也不谈债务，我只问一句：你们打算怎么安置我的女儿？顾阿姨，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懂事。我不该占着姐姐的房间，我罪该万死。我现在就收拾行李搬走，我把文家的一切都还给姐姐。芝芝，
文之，同样的招数你已经用过了，重复表演，观众也是会视觉皮毛的呀。姐姐，我真的只是想让你消气，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没生气，你真想演无辜卖惨，至少也要避开走廊上的监控吧。别昨天刚和刘美娟商量完怎么偷翻我的行李，今天一早就在这里演母女情深。明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商量？你把他箱子里那个带锁的文件袋撬开，我倒要看看，一个顾家破养女，天天装什么有钱人。小姐，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哼，发现就说你在帮他整理，反正爸妈和哥哥都护着我，我说什么他们都会信。他一个外人，拿什么跟我争？芝芝，你竟然……芝芝，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妈妈平时是这么教你的吗？既然文家连起码的家教和尊重给不了明霄，那他今天就搬去隔壁住。至于我们顾氏和文氏的债务问题，我会让法务部门好好的评估一下你们文家的偿付能力。顾太太，我今天来只是想告诉你们一声，我们顾家的女儿背后不是没人撑腰。拜拜了各位，隔壁风水门好哦。阿拉先搬过去享福了。明仪小姐，今天的蝴蝶酥特意给您做了减糖，配了您最喜欢的桃香玫瑰茶，香薰也给您换了白茶冷测调。蛮好，辛苦你。还是自家屋里做事清爽，不像隔壁，天天像在拍8点到狗血剧。顾明瑜，哟，这不是文大少爷吗？有何贵干呀？爸让我叫你回家吃晚饭。回哪个家？当然是文家，还能是哪个家？哦，不去。你把菜单发给我看看，难吃的话我是不会去的。顾明玉，你到底怎么回事？吃顿饭而已，你怎么这么难请啊？文旭白，搞搞清爽，我又不是你们家欠款客户，不用配合你们还款计划。对不起，以前是我对你态度不好。哦，道歉我收到了，不过原谅得去排队。要排多久？看你表现。顾明一，你能不能先帮我一个忙？你觉得我像个做慈善的吗？学校那边有人在拿我们文家的事到处笑话芷芝，也笑话我。哦，说来听听。你不是文家高高在上的大少爷吗？谁这么大的胆子？那人是校董的儿子，叫周允臣。这次文家的事传出去，他在学校里到处说文家折腾了半天，原来养了个假货，还说你这个真货回来也根本不认亲。走啊，去哪儿？去学校。我们包邮区小孩可以内斗，但绝对不能让外头的阿猫阿狗看笑话，丢脸要关起门来丢，懂？那芝芝呢？她今天被吓坏了，在房间里哭。叫上她一起。可是她现在这个样子，估计根本不敢去学校面对周允臣。不敢去也得去，他查归查，但外人欺负他，那就是看不起我顾明仪的认亲售后服务。我这就去叫他，你等我。你为什么要帮我？我刚才跟你哥讲过了呀。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不是很讨厌我吗？我之前在爸妈面前那么对你，你为什么要帮我去学校出头？我当然讨厌你，但是一码归一码，你在家里怎么作怎么演，那都是我们关起门来的私事。但是外面的野狗想跑来踩文家一脚，那就是另外一桩公事了。今天去学校，你只有一个任务，给我挺直腰板站好，一滴眼泪水都不准掉。在外面掉眼泪，那就是输。我顾明仪带出去的人，绝对不能输，懂吗？
不准低头。这个姐姐似乎很不一样，给我一种很有底气的感觉。哟，大家快看谁来了！这不是我们文少少爷吗？怎么，今天排场这么大，把真假两个妹妹都带出来了？你们文家是不是要在我们学校操场现场办个真假千金认亲发布会啊？你就是周允晨？是我，你谁啊？文家刚从苏州找回来的那个真千金。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在外面养大的乡巴佬啊！听说你刚回文家，连个像样的房间都没混上，就被赶到隔壁去住了，真是可怜呐。对啊，隔壁那栋2个亿的别墅，我确实买下来住了。不过周同学，你消息来源这么不灵通的，平时获取信息难道都是靠你们家保姆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听隔壁大妈嚼舌根听来的吗？多寒碜啊！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呀，就是觉得你消息太慢了。要不要我明天大发慈悲，带你去我那栋2亿的别墅里参观参观？顾明宇，你嘴挺利啊！怎么，在乡下养父母家里学了一身泼妇骂街的功夫，今天特意带到我们学校来现眼了？周同学，刚才你讲的话，我可都完整录下来了哦。你刚才这些言论，不仅涉及对我个人的侮辱、造谣、侵犯名誉权，甚至还带上了对我养父母的人身攻击。我顾家的律师团呢，平时闲得很，正愁没官司打呢。周同学，你要不要今晚回去，提前给你爸妈打个预防针，让他们下周准备一下？你吓唬谁呢？我爸可是这家学校的校董，你以为这学校是谁开的？哎呦，巧了，我妈妈上个月正好打算给你们学校捐一栋全新的科技实验楼，名字还没定呢。你说，要是我建议她把那栋楼命名为周允晨法治教育楼，你周家是不是也算在校史上光宗耀祖了？周大公子，记得以后出门要带脑子，嘴不要太欠。顾明仪，你有病！好了，等你家里电话吧，周大少爷。走了。啊？这就完了？不然呢？难不成你还想留在这里请他吃晚饭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去学校处理了点芝麻绿豆的小事情。有个姓周的小赤佬嘴上弄那个把门的，我录了音，已经发飞法务部的律师了。校董家的那个周允晨。咦，妈妈你怎么知道的呀？你爸爸下午就让人把周家查了个底朝天。周家在学校确实有点股份，不过呢根本不占大头。你爸爸下午亲自打了个电话给学校校董会的另一个大股东，那个人当年欠了我们顾家一个人情。我说呀，你们俩的动作比我还要快呢。你被人欺负，我们当爹妈的要是坐在家里干等消息，那就叫失职。妈，你爸爸讲的呀，在这个世界上，委屈绝对不能隔夜受。好说好说，周董，您太客气了。小孩子在学校里打打闹闹都是正常的，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放心放心，好，没事没事。好，周董您慢忙，周董再见。怎么样？周导那边怎么说？不是兴师问罪，周导是特意打电话来赔礼道歉的。你说什么？周导向我们赔礼道歉？周导还说明天一早他要亲自带着周允君登门给明瑜赔不是。没想到明仪居然会这么做，之前是我对不起他。明仪，叫魂啊！门没锁，自己进来。大少爷，你什么时候学会买咖啡了？我6点半就去排队了。我特意查了你昨天说的那个配方：热拿铁、半糖、燕麦奶。文旭白，这上面贴着半糖燕麦奶，但里面是冰美式吧？怎么可能？我现在回去让他们重新给你做一杯。不用了，方向虽然错了，但你这个做哥哥的态度勉强算及格吧。坐吧。我就是想说，昨天看到周允晨在你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的样子，我回去兴奋的一整晚都没睡着觉。滚动成这样，我就是觉得以前我太傻了，天天在家里护着芝芝，觉得你是个外人。但是昨天我突然觉得有你这样的妹妹好像也挺不错的。
文旭白，你少近乎啊！一杯难喝的要死的冰美式就想把我顾名一收买去当妹妹，我的身价可是很贵的。按照你那个原谅排队的规矩，我争取早点插个队，行不行？行啊，那你下次记得是什么咖啡？好，热拿铁，半糖燕麦奶，我记住了。哟，美妹，今天怎么没化那个泪汪汪的苦情妆啊？我看着有些不习惯嘛。昨天在学校的事，点心，谢谢你。不用谢，你以后啊，只要少在我面前演那些穷源剧，比什么道谢都管用。我以后尽量。不是尽量，是必须。文之，你想在文家继续待着，我没意见，也懒得管。但你给我寂寥了，千万不要把我当成你的敌人。我不屑去争你们文家的宠爱，因为我要是真的想去争，你连参赛的资格都不会有。你为什么不讨厌我？你怎么知道我不讨厌你？讨厌归讨厌，但讨厌你不等于我要把自己宝贵的人生浪费在你这种人身上。你又不是拙政园，我干嘛天天买票进去，在你身上慢慢耗？那我以后不哭了。记住了，管理不了自己情绪的人，走到哪里都只配被别人吃得死死。哟，大少爷，你还真打算天天送啊？那当然，你早上不是说那杯不行吗？我昨天研究了半天，说任何事情只要连续坚持21天，就能让人养成习惯。大少爷，你昨天研究了半天，研究的是人类驯化行为学吧？文之，你笑什么笑？我没笑，你肩膀明明在发抖。那是风吹的，我冷。姐姐，你别看，快还给我！裙子等1个月到了，穿给我看看。我会买的，你等着看吧。三虾面啊，倒是有日子没吃了。那个明仪啊，公司下周有一个关于下季度供应链谈判的内部会议，你有时间要不要也来公司听听看？去听听不是不行，不过按小时收费。好，当然。哥，你看咱姐真的是1毛钱的亏都不肯吃。明一，你还真来啊！爸早上还在跟我念叨，以为你昨晚说按小时收费是开玩笑的呢。我从不和欠债客户开玩笑，今天来就是帮我妈查查你们文家公司的账目，看看你们那些所谓的供应链到底把我家账上的钱都折腾到哪里去了。哦，那你等会儿可别太凶啊。所以为了长期的合作稳定，建议董事会接受这个价格。张经理汇报的很详细，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或者需要补充的吗？我有意见。好，顾小姐也懂供应链采购，懂不懂？数据说了算。张经理，你刚才口口声声讲 B 供应商因为账期太短，所以不予考虑。但根据我让顾家律师从行业公开财报里调出来的资料，而去年给文氏的实际账期是整整60天，这多出来的15天足够把一整批货从海拉到苏州再转一个来回。张经理，你刚才口中的账期太短，到底是指行业标准，还是指别的什么私人利益啊？顾小姐，你这是血口喷人，我可能是看错了数据，助理给我的报表。看错？一个干了15年的采购经理，连行业最基本的账期标准都能看错？那还有海宁那个仓储中心，文氏连续租了3年，租金比市场均价高了整整12%，这笔多出来的冤枉钱，张经理，你要不要今天下午也顺便跟我好好对对账？我的天啊，你刚刚在里面也太狠了吧！张经理那张脸红得跟猴子屁股一样。要么是他人蠢能力不够，要么就是他吃里扒外收了回扣，前者可以滚，后者可以直接送进去。你觉得他是哪一种？估计是后者。回去跟你老爸讲，下周1的会议我收费照旧。不过如果他打算把有些人给换掉，我可以大发慈悲，附赠他一份顶级采购候选人的名单，不要钱。听说今天文家那个流落在外的真千金也要来，在乡下养了20年，今晚这种大场晃，他怕是连刀叉都拿不稳吧？可不是嘛，今晚啊，指不定怎么丢人现养呢。这就是那个乡下长大的真千金，这气质怎么可能？各位，今天在我50岁的生日宴上，我想向在场的所有亲朋好友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女儿文明瑜。哟，妹妹，今天表现还不错嘛，情绪管理大有进步啊。谢谢姐姐夸奖，我今天可是一滴眼泪都没流，我没给你丢人。哎
呦，我的亲姐姐呀，这就是你那个流落在外、刚刚找回来的那个野闺女啊，长得倒确实挺俊。不过啊，听说从小养在外面那些小家小户里，这骨子里的规矩怕是有点上不得台面吧？曼青，今天是我生日，你在这里乱嚼什么舌根？这位阿姨，请问你哪位？我是你小姨宋曼青，你懂不懂规矩？哦，宋曼青，刚才你说的那番矮话，就是你给我亲妈准备的生日见面礼，真的是够寒碜、够有教养的喽。你行，小丫头嘴，我不跟你计较。大姐，咱们是一家人，我就直说了。我儿子最近创业，准备开个公司，现在手头还差点启动资金，不多，也就800万。你这个当大姨的，今天怎么也得把这个钱给出了吧？阿姨，你刚才讲多少？800万而已。大家都是一家人，别整天把钱看得那么重，太计较了，伤感情。文太太，她以前也经常用这种老掉牙的借口来你们文家借钱吗？什么叫借？一家人的事儿，谈钱多伤感情啊！不谈钱才伤钱。顾明玉，你反了天了！我可是你小姨，我是你长辈。你要是真缺钱，可以去银行，银行不贷，说明你人品不行，信用不配。怎么，把我文家当成不用还钱的提款机了？真是不清醒。大姐，她竟然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么羞辱我这个亲小姨！曼青，明瑜说的对，以前借你的那些钱，你也该还给我们了。大姐，你疯了！你居然跟我要钱！哼，这10年来，你以各种名义划走的资金一共是3620万。宋曼青，你要是不还，我们下周直接走法律合同诉讼程序。小姨，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做人呢还是要清清爽爽的才好。就是，我们家可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以后少拿我们家当提款机。坏了，怎么开始人传人了？明姨，以前妈妈总是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今天我才明白，我越忍，别人反而越觉得理所当然。现在明白过来也不算晚。明瑜，你现在还愿意认我这个妈妈吗？血缘亲情可不是商场的认领手续，不能签字当天就立刻生效的。不过倒是可以给你一个试用期。试用期？对呀，试用期要是表现得好，我再考虑娘能转正。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供应链突然切断，那几个跟我们合作了10年的老客户，为什么今天早上同时发来了解约函？有人在背后搞我们文家，银行也在这时候催我们还款，这分明是有人在置我们文家于死地。不是有人在背后搞你们，死有内鬼在里面掏空你们。内鬼？明义，你怎么知道？而那家客公司的法人代表不是别宁，正是刘妈那个在老家开空壳贸易公司的亲侄子。刘妈前几天还偷偷摸摸来我房间跟我讲，蒋姐姐这次回来，迟早要把我们文家害得家破人亡。怎么她自己才是那个贼啊？她说反了呀，她才是趴在你们文家骨头上吸血的蛀虫，而我顾明瑜是自费上门来帮你们做除虫服务的。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每个月给他开这么高工资，他居然敢联合外人来掏空我的公司，我马上报警抓他！文先生，别急嘛，光是报警多没意思啊！顾明瑜，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蛀虫后面还有更大的人物？姐姐，你看着我干什么？我真的没有，我发誓公司的事情我一个字都不知道，我没有拿过公司1分钱。我知道不是你，但是对方可是把你这张文家受气包的牌利用的淋漓尽致。小姨让刘妈去偷爸爸的合同元宝，还借着我的名义去跟那些客户讲，说我被姐姐你欺负的要死，文家内斗严重，随时要破产。你以前太爱演那种柔弱无助的琼瑶剧了呀，所有人都觉得你被我这个真千金欺负惨了，所以宋曼青打着你的名义出去卖产，那些老客户自然很相信，憋回去。芝芝最近这憋眼泪的进步确实蛮大的。谢谢哥。好了，别煽情了。现在你们文家面前摆着2条路：第一，立刻报警把刘美娟抓走，但这样也会打草惊蛇；第二，我帮你们稳住客户，顺藤摸瓜，把宋曼青和他背后那家准备低价收购文氏的竞争公司一次性全部调起来。明瑜，真的有办法稳住那些要解约的老客户？阿拉当然有办法，不过我收费。收，必须收！
明义，只要能救公司，你要多少钱，妈妈都给你。对，亲兄妹明算账，该拿多少提成，一分不少你的。姐，你可千万不能吃亏。几位老总，先吃菜，尝尝咱们苏州的本地味道。关于文氏集团嘛，最近确实出了一点小漏洞，管理上有蛀虫。不过呢，几位老总大可放心，他们的上游供应链是绝对不会断的。顾老，不是我们不给文氏面子，主要是这批原材料全行业都紧缺。那巧了，因为文氏目前所使用的上游原材料渠道有整整一半都在我们顾家的手里捏着呢。只要有顾家在，文氏的货就断不了。什么？顾总，您的意思是，您就是文氏背后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最大供应商？钱总，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吧。现在文家内部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大姐两口子整天为了那个刚回来的乡巴佬野丫头焦头烂额。那个甄千金再厉害，也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片子。我已经让刘美娟把文氏的底价全部偷出来了，还打着文指那个受气宝的名义跟客户说文家要破产，只要明天你们把这合同一签，文氏就是你们的囊中之物数。至于我的回扣，哪个部长演的？敢砸老娘的场子！文董，文太太，你们怎么？顾明瑜，大姐，姐夫，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小姨，你设的这个局，今天该清算了。明姨，坐吧。宋婉清已经被警方正式带走立案调查了，刘妈也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这次要不是你，我们文家恐怕真的要彻底破产清算了。明姨，爸爸以前真的错了，对不起。我总觉得给你无数的钱，给你文家真千金的身份，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可我忘了你根本不缺这些。我缺的是你们在第一天把我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亲生女儿来疼爱，而不是一个破坏家庭和谐需要被妥善安置的大麻烦。明姨，妈妈以前总觉得芝芝身体不好，所以处处护着她。妈妈真的不知道，这反而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对不起，明姨。明姨，我也跟你道歉。以前我太蠢了，总觉得你浑身带刺，不好相处，所以处处针对你。我现在才明白，你不是不委屈，你只是从来不让委屈控制你。姐，对不起，我以前太害怕你回来会抢走我拥有的一切，所以才天天在爸妈面前装可怜。哎呦，我说你们文家做事情啊，连道歉都流行搞批发和团购的吗？好啦，过去的烂账呢，我会慢慢算，以后的日子也慢慢看。亲情可不是一次团购道歉就能彻底补齐的。不过，看在你们最近功课做得到位的份上，我可以延长你们的试用期。明义，经过这半年的考察，董事会和我也一致认为，你的能力远在我和旭王之上。这份文氏集团的核心继承规划，你看看，没问题的话，今天就签了它吧。签字倒也可以，不过在这上面我要额外加上一条。什么条件？只要合理，爸爸都答应你。以后文家所有重大的商业决策，必须先过第三方审计，然后再来和我谈什么所谓的血缘亲情。好，合理，就按你说的办。明瑜呀，下个周期6，你养父母是不是要从苏州过来啊？你能不能帮妈妈去问问顾太太？我想亲自跟她学做的桂花糖藕，好不好？文太太，你平时不是最讨厌进厨房，最讨厌沾油烟的吗？想学，因为你喜欢吃，只要你喜欢，妈妈什么都愿意去学。顾先生，顾太太，我今天想借这杯茶，郑重地向2位道谢。谢谢你们这20年来把我们的亲生女儿明一养育得这么优秀，这么好。文先生，您客气了。我们囡囡她本来就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女孩子，顾家这20年啊，其实也没教她什么大道理，只是从来没有让她受过1分1毫的委屈。来，大家一起举杯，敬我姐苏南的小奴，专治这世间一切，不清爽。我也敬顾先生、顾太太，谢谢你们给了明瑜最好的家教。哎呀，文先生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顾家的家教啊，其实简单得很。从小到大，我就只教了囡囡一句话：我们顾家的囡囡这辈子去到哪里，都绝对不用跪着去要别人的爱。